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明年起，6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面临3大问题，需尽早准备。时光飞逝，2024年只剩下不到3个月了。2025年的来临，对年轻人而言是长大了1岁，走向成熟，但对老年人来说，却是又年长了1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面临的问题会逐渐增多，仅凭自身能力或许难以更好的生活。那么，从明年开始，年满60岁的老人会面临哪些问题呢？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健康问题。人这一辈子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难免生病。我们在与疾病的持续斗争中走到了今天，到了晚年，身体的抵抗力显著下降，即使是一场小小的感冒，都可能危及生命。对于70岁的老人来讲，健康问题无疑是最为紧迫和棘手的。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经过几十年的使用，早已变得脆弱不堪。心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力的跳动，血管也逐渐变窄且变得脆弱，各种老年病、慢性病纷纷找上门来，这让老年人深刻体会到健康的珍贵和难得。除了常见的老年疾病外，还有许多其他健康问题困扰着老年人，例如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会逐渐忘记身边的人，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手抖得厉害，甚至无法正常进食和生活。面对这些健康问题，老人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，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压力。他们会因疾病而感到焦虑、恐惧和无助，担心病情加重，害怕成为子女的负担，忧虑自己的晚年生活将在病痛中度过。此外，有些老人不仅担心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，还害怕独自去现代化的医院看病，因为医院那些复杂的流程都需要通过手机操作完成，这对于不识字或者不懂手机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我曾经带着奶奶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就看到过一对老夫妻，他们站在医院大厅的机器前，想要打印一份报告，却犹豫了半天。他们既不会操作机器，也不敢向周围的人询问，就这样一直等待。最后他们的儿子赶来，嘴里不停地抱怨着太麻烦，又耽误工作。老人看着儿子不耐烦的神情，不敢吭声，只能不停地搓着双手来缓解尴尬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思考，自己老了会不会也这样呢？相信很多老人也有同样的担忧。经济问题。虽说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在当今社会，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花钱，买菜、买衣服、看病吃药都离不开钱。尽管老年人在晚年有退休金，这些退休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开销，但不容忽视的是，还有很多乡村老人或者低收入老人，他们的退休金非常少，根本不够花。而且现在物价上涨速度极快，老人的退休金虽然每年会有所调整，但远远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因此，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得不节衣缩食，平日里舍不得买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只能去超市或者市场购买打折的商品。生病了也大多是自己扛着，实在扛不住了才去小门诊开点药吃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他晚年的收入很微薄，为了不给儿女增添负担，老人每天早上都会早早起床去捡废品。老人大概在4、5点的时候就出门了，他将捡来的纸箱子、塑料瓶收集起来，攒够一定数量后再去卖钱。虽然1个月通过废品获得的收入
只有400-500块钱，但老人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一些老人虽然有比较可观的退休金，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，那就是子女吸血鬼现象。这些老人的子女会想尽各种办法向老人要钱来补贴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总认为老人上了年纪花不了那么多钱，或者认为这些钱迟早是留给自己的，于是不断地向父母索要钱财。大多数老人都是心软的，面对子女的要求，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满足，最终苦了自己。所以无论老人有钱还是没钱，都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问题。没钱的老人没有尊严，有钱的老人却成了子女的摇钱树，实在是可悲。3、社交问题。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，除了身体上的病痛，还要忍受心理上的孤独。在现代社会，虽然老人的社交圈子在不断扩大，但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勇敢地走出去社交。有一类老人存在社交恐惧，他们不敢与陌生人接触，也不懂得如何去发展朋友，于是变得越来越孤单。比如家住上海的张奶奶，儿子和儿媳都去上班了，平时没有人给接送孩子，张奶奶只好从乡下来到大城市。除了每天2点一线接送孩子外，老人几乎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每次儿子让他去附近转转散心，他都不敢去，生怕坐错车，去了陌生地方回不来，给儿子添麻烦。而且他看不懂公交路线，更不懂如何用手机扫码支付费用，所以慢慢的，他习惯了待在屋里，变得更加孤单。老年人在社交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，比如身体原因，腿脚不好导致出门不方便，或者视力不好看不清路标和公共交通线路，又或者听力不好，跟外人聊天听不清别人说的话。这些原因使得老人不敢像年轻时那样自由地外出活动。社交问题不仅会让老人感到孤独和寂寞，还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长期的孤独感可能会导致老人出现抑郁、焦虑等心理问题，影响他们的睡眠质量和食欲。为了解决社交问题，老人需要勇敢地走出去。作为家人，也应该帮助老人克服社交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慢慢地引导老人学习使用手机，教他们如何在外乘坐交通工具。相信在家人的帮助下，老人一定会变得开朗，不再封闭自己的内心。总之，2025年，70岁以上的老人面临着健康、经济和社交这3大问题。这些问题是老人晚年生活的沉重负担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国家应该加大对老年人的关爱和扶持力度，提高养老金水平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，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支持。子女应该多关心、陪伴老人，尽到赡养义务。社会各界也应该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关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让老人度过一个幸福安宁的晚年。过了60岁，若想多活几年，就少管闲事吧。人到60岁，一生都在为工作奔波忙碌，为生活、家庭和儿女操劳费心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进入人生下半场，确实该好好歇歇了。人到60，要明白自己已不再年轻，而是开始逐渐变老，是时候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好好度过人生下半场了。人到60，要清楚，若想生活的岁月静好、轻松自在，过好人生下半场，关键就在于4个字：少管闲事。有句话说，一个人最顶级的体面就是少管闲事。希望所有60岁的人都能以此共勉。
其一，人到60，已没有管闲事的资质，无论退休前事业多么辉煌，能力多么强大，60岁之后都要清楚自己开始一天天步入老年，此时脑力、体力、精力和能力都远不及中青年，已不具备管闲事的资格。这个年龄若还操心，什么事都想管，只会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操心和管闲事都需要耗费心思、精力和体力，而这些方面都在逐渐衰退，又有什么资格去操心他人的闲事呢？其二，人到60，不要管儿女的家务事。60岁以后，子女大多已结婚成家，成为有家庭的成年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夫妻相处模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。作为父母，对于儿女的家务事要有边界意识，要懂得少参与、少介入、少说话、少发表意见和建议。时代在变，社会发展，生活方式、消费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即便看不惯子女的生活方式、习惯和理念，也不要随意发表言论，更不能指手画脚、颐指气使地对其生活进行评论或干预。特别是对子女的配偶，更要有边界感，因为儿媳或女婿不是自己亲生的，言论轻重都不合适。即便小夫妻有一天过不下去，闹离婚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应由他们自己解决。父母千万不要瞎操心，不要掺和进去，一旦因父母的介入产生不良后果，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父母把孩子抚养成人，并使其结婚成家后，该放手时就放手。子女有困难，需要财力或人力帮助时，父母责无旁贷，必须给予帮扶。但除此之外，孩子小家庭的生活琐事，父母不要多管闲事。其三，人到60，不要管无能为力的事情。人到60岁，不管是否服气，都以一只脚迈进老年，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前瞻性都已跟不上时代节奏，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既不能为他人减轻负担，又不能为他人出谋划策，也没有人脉资源，自己的建议和理念若不被需要、不被重视，还会感到失落。特别是家里的大事小情，以前可能自己说了算，凡事都靠自己解决，而现在儿女、工作、事业、家庭等许多大事都不再和自己商量，事后才知道，这时才明白自己已不重要了。有时会觉得委屈，觉得人老了就是废物，不中用了，但要明白，现在确实管不了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了。这个世界已不是自己主导，理念思维确实跟不上时代步伐了。儿女有事不跟自己商量，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，若为他们出谋划策，还会徒增烦恼和压力。年轻人的路和生活终究要靠他们自己走，父母就不要再操心无能为力的事情了。其四，人到60，少管亲戚朋友家的私事。60岁时，退出了工作和社会舞台，社会关系主要剩下身边家人和亲戚朋友。对于亲戚朋友家的私事，要更懂得把握边界，不要贸然介入。如果他们主动诉说，就耐心倾听；如果对方不愿开口，就不要去打听，更不要多管闲事。常言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，连清官都难以断明家务事，自己又怎能管得好别人家的事呢？如果出于好心管了别人家的事，但给出的建议不妥，不仅不能帮助解决问题，反而产生负面效果，那就成了好心办坏事，费力不讨好，得不偿失了。这样的结果不仅会让对方难堪，自己也会丢面子，
还会影响与亲戚朋友的友情。60岁以后，与身边的人保持好边界，不要乱管别人家的闲事，这是明智之举。其5，人到60，管好自己就行。做人最好的礼貌是少管闲事，多管闲事并不会让别人因你的热心肠而感恩，相反，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和是非之中，最终变得越来越烦躁，甚至被各种是非恩怨纠缠不休。做人最好与所有人保持边界，不管闲事，少管闲事，也就是自己的事自己负责，别人的事由别人负责。做好自己的事，不管别人的闲事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去干涉他人的生活。只有保持边界，保留界限，保持距离，才能实现你好我好大家好。当一个人不多管闲事，保持内心平和，享受独处，对于自己无关的事，无能为力的事，儿女小家庭的事以及亲戚朋友的事都保持好边界，就会发现生活安宁祥和，岁月静好，淡定从容，避免强人所难，不懂体谅。上一年，村口的杨叔跟他的儿子大吵了一架，儿子还说未来不会管他的死活。果然，今年杨叔生病住院了，孩子对他不管不顾，连老伴也偏向儿子。为什么儿子和老伴不会管杨叔的死活呢？因为杨叔强迫孩子拿20万出来帮他装修老房子，孩子拿不出20万，杨叔就说他没本事，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。就是这一番话引来了孩子的仇恨。原本父子2人和和睦睦，没啥矛盾，可杨叔非要强人所难，那儿子和老伴就不得不走到他的对立面了。有些老人其实很糊涂，以为自己是长辈，就拥有了指示别人做事的权利。事实上，不懂得体谅后人的长辈，终究活成孤家寡人的模样。人到晚年，一个人生活能过得有多好呢？唯有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，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这家庭生活的质量才有保障。高质量的晚年人生，从体谅他人、团结身边人开始，避免轻重不分、过分偏心。俗话说得好，一碗水端平。我们有3、4个孩子，也许我们做不到帮助每个孩子，但我们要做到一碗水端平。比如说3个孩子都需要帮助，我们1个都不帮，那孩子也不会怨恨父母，还会觉得其他的兄弟姐妹都一样，心里也平衡了。反过来，你对小儿子特别偏心，而没有帮另外2个孩子，那另外2个孩子就会内心不平衡，对你和小儿子产生仇怨，如此家庭大战就不可避免了。有一位老人拿着20万的存款过日子，1毛钱都不给那3个子女，子女非但不埋怨，还认为父母辛苦多年，理应享福。人性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大家都可以贫穷，那大家都心里平衡，不会羡慕谁嫉妒谁。但是你富有了，而大家还很穷，那大家就会针对你，与你不死不休。身为家中的长辈，要做到心里有数，千万不能一时犯迷糊，偏心某个人。8、避免早分身家，考验人性。人性那是经不得考验的，就像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男人难过金钱关。用美色和金钱来引诱人，又有谁不会沉沦呢？分家产也是如此，老人还未分家产，身边人都对老人特别尊重，那他们就会讨好老人，希望在老人的身上捞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利益。老人已然分了家产，没有任何的油水，那身边人就会离老人而去，不会对老人尊重，没有利益上的吸引，又有谁会帮老人养老呢？为了晚年的生活质量着想，越是上了年纪，越要有画大饼的智慧，要跟身边人暗示，未来分家产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杯羹。无数家庭表面上的一团和气，
实际上都存在背地里的各怀鬼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那我们就该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帮自己谋求晚年的幸福，多点制衡的手段，懂得养生保命，我想晚年才不会受到耻辱。人到60岁，余生还有20-30年时间，这是人生最后的宝贵时光。此时应珍惜时间，把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。最应该做的是管好自己，包括管好自己的身体、情绪、形象和心情，少给子女添麻烦，让自己每天轻松愉快、自由自在、开开心心的多活几年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比什么都好。少管闲事，管好自己，是人到60岁最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是最自豪、最成功的事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